这难道是老龙王家的水管爆了吗？怎么半个小时下了这么多雨？点赞一下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这个客户家的水压太小，今天给他加装一个水泵。客户水泵已经买好了，安装的位置呢，就是要装在这个水井里面，水表的后面。水井里面管道多，空间有限，能安装的位置感觉这里就是最合适的了。安装的位置呢，基本已经确定了，现在要出去买一些配件。现在我们除了买管件，还没有下雨。到附近的店里买2个25的内饰直接。还好，在这个装修材料店里面竟然买到了2个25的，看一下多少钱。过去了。这个价格贵吗？现在我们开始组装，把水泵带的这2个活接呢和我们买的这个25之间拧到一块儿去。进小区的时候大意了，应该带一把管钳上来，这就好干了。大力出奇迹！现在2个活接准备就绪。我的这个热容器呢，一共有3套模头，20的、25的和32的。这个25的几乎都没用过。今天就在这里必须得给它开光。预留2.5公分，就从这里给它解掉。还好，这个总阀门呢可以关得很紧，如果断断续续在流水的话，必须得把水表的活节拆掉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容第一个活节了。新的模头这一边拔开还好，另一边感觉和热容器都粘连了，可见它的管材不是太好。这种管材溶解好以后，一定要摸一下，看看它有没有缩进。对比一下水泵的位置，感觉这个位置就是为这个水泵量身打造的。安装好这个空间刚好足够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另一边，溶完以后这个管材是不是还是那样？果不其然，都拉毛了。这个正压泵明确的有一个水流方向，顺着这个方向来安装，上面写的都是英文，什么泵不认识。那么我们把方向只要搞对了，这个安装就应该没问题。2个胶垫呢还是硬质塑料的，而不是我们那种软质硅胶的。螺丝拧好，方向调整，安装完毕。估计大家都在纠结这个问题，水泵是装好了，你这个电源线要从哪里取？人家客户啊是在楼道外边走了一圈线的，我们只要把这个电源线给它做个延长，刚好在楼道的外边是可以插电的。客户家也有个梯子，这个活就好干了。我们要在这个墙上到管道井里面打一个孔，高度只能打到这里了，因为这是个1.2墙，再往上打的话那就是梁了，打不动。穿了一节呼套线进来，呼套线呢是2芯的，所以只能接一个灵活线。水泵上面的地线呢拨长一点，刚好是管道井里面的管道多，就把它压到这个卡子上面，起到一个接地作用。先打开水的总阀门，让它流一会儿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源线呢给它插上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客户家的电源线，走到这个位置了。打开线槽子看一下它里面的主线，我猜它就没有地线。即使我们水泵的线拉到这里，它接地也不起任何作用。现在我们就可以试水了，看它的流量怎么样。这个水泵应该不错，站在外边我们几乎听不到它的声音。这回水压明显是增大的。再看一下马桶。哎呀，让大家看看外边，我们刚上了车走一会儿，大暴雨，哇，外面就是海洋。这雨只下了半个小时啊，半个小时不到吧？我的妈呀！这我们山西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水？
在这个地方竟然看到了趵突泉，好家伙，抱的也太高了。来这个小区打算再干一个活儿。哎，冒着这么大的雨跑来这儿装个浴房，天意不可违啊！没电，这雨下的这么大，没电，所有的灯都不亮，装不成，下班吧。